大家好，近期围绕细胞子丧失大权的传言持续发酵啊。细胞子喜欢说发酵。6月28日，中共官媒关于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低调报道又成为一个弱证据啊。6月27日，第30届上海电视节揭晓白玉兰奖，我的阿勒泰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而西北岁月获评委会大奖。主演靳东因为饰演亲爸习仲勋获得最佳男主角。然而官媒报道没有提及西北岁月的主角为习仲勋啊，仅泛泛地称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与去年11月播出的时候中宣部宣传习仲勋成长为杰出革命家的高调形成反差。西北岁月由中宣部广电总局指导，历时6年打造，阵容强大，由靳东饰演习仲勋亲爸，由倪妮饰演齐心亲妈，曾经获得2024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理应成为宣传的重点。低调处理或因为有意淡化习仲勋与细胞子的关联，反映当前政局的变化。习仲勋作为细胞子爸爸，那客观说习仲勋在中共的历史上有一点，但是不大呀，这个影响就所谓的五马进京嘛，那最多就是一个诸侯。习仲勋呢本来就从来没有进入过核心的权力层啊，他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啊，但是不耽误中共的篡改历史啊。习仲勋的历史地位呢曾经与细胞子权力挂钩呢。2021年18大后，习仲勋100年名旦，中央至地方高调纪念2014年至2019年陕甘边区纪念活动规格很高，突出了习仲勋为细胞子搞个人崇拜铺垫。其实细胞子一家真的是长得挺寒碜的，这看着好一点的那是修过图的，就不是说只有现代只有 Photoshop 才能修图啊，他们那个年代也能修图，毛泽东的标准照都是修图的，他们完全有办法修改照片呢，把刘少奇都弄没了呀。2024年7月三中全会传言细胞子中风及权力丧失之后呢，2024年10月11日，中共陕甘边区为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规格降低，与会者发言淡化习仲勋个人，强调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中央党校校长陈希没有参加，军队也没有高级别的军官参加，应该就是没有中将以上的参加，中将以上的参加都能给报道啊，什么报道都没有。但是当时呢，习远平他本人还是参加了。到了今年的2025年5月24日呢，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这是习仲勋的死亡纪念日啊，没有一个习家的成员出席啊，习远平也没有出席，而且以关中革命纪念馆取代原有的习仲勋纪念馆，馆名变更，把习仲勋的名字给抹掉了，引发猜测，如果细胞子仍然掌握大权，官方理应延续高调的纪念，显示与此完全相反呢。如果细胞子仍然掌权，西北岁月获奖呢理应大肆宣传，习仲勋纪念馆也不会改名。当前的低调报道习仲勋纪念馆的调整，细胞子家族待遇的变化，显示细胞子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结合2025年6月苗华被免去军委委员的职务，张又侠掌权，细胞子5月6月失踪2个礼拜，以及安保待遇减半等迹象，胡锦涛可能重掌大权。电视剧淡化习仲勋可能避免其历史光环反衬细胞子现状。2025年8月的四中全会或成为关键节点，细胞子可能退居仪式性的角色。王小红1963年生于福建福州，王小红与细胞子早期关系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当时呢，细胞子担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而王小红呢则在福州市公安局任职。
担任包括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啊。正是这一时期，两人建立了密切的上下级关系。据称呢，王小红当时住在细胞子楼下，细胞子出差期间呢，将女儿席明泽居住在王小红家。细胞子18大上台之后，王小红历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特勤局局长、公安部部长等职务。中共20大之后呢，王小红升任副国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公安部长。2025年6月，局势急转直下。6月23日，国家安全法10周年座谈会上，陈新缺席。王小红呢，仅以国务委员的身份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没有提及公安部长头衔，引发外界的猜测。6月26日，国防部长董军现身上合组织会议，没有提到细胞子，军方态度暧昧。6月2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在 X 平台称，中国发生了权力转移，暗指王小红可能被免职啊。王小红的权力被架空。更引人注目的是，6月27日，李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王小红作为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竟然没有出席啊。报道显示，会议听取了科技强国建设情况的汇报，部署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审议农村公路条例草案，涉及多领域的政策调整。公安部长的缺席呢，实属异常，凸显其地位的重要。李强召开的这次国务院会议啊，没有给照片啊，应该就是王小红没有参加。你可以说是日程冲突啊，但是都在北京啊，一个人民大会堂，一个中南海，就10分钟的车程啊，就调整一下开会的时间就行了。李强把会议延期2个小时，王小红就能参加了。这件事儿最低说，李强完全不屌王小红啊，这故意不等王小红啊，要么就是王小红已经被中纪委给抓走了。中植集团资产曾经达到3.6万亿元的民营金融巨头，2023年底自曝负债4200亿到4600亿元。2024年1月，北京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旗下的恒天财富法人周斌被限制消费，49名高管被起诉。2025年6月5日开庭审理，显示资金链断裂。谢志坤2021年死了之后呢，毛阿敏放弃了260亿遗产，集团高管出走，15万所谓的富豪投资人呢，损失惨重。中国稀土集团旗下的中国稀土2025年高管变动频繁。6月23日，董事长杨关等5人辞职。4月份呢，稀土分离专家廖春生请辞。6月29日，集团声明谎称是正常的人事调整啊，但是一大半核心团队的成员大换血，引发市场的疑虑。2024年营收30.27亿元，下降24.09%，亏损2.87亿元。2025年一季度虽然扭亏为盈，营收7.28亿元呢，同比增长141.23%呢，但是稳定性存疑，估计就是做账做出来了。中交集团原董事长王同宙2025年6月26日被带走，龚海良接任呢，官网信息暂时没有更新呢，显示高层清洗。王同宙呢是选平的白手套，涉及南海填岛生意，关联中国电建前董事长范吉香的贪腐案啊，金额呢传闻有9000亿、9700亿、2.7万亿、13万亿啊。中植系呢为细胞子家族的白手套。谢志坤的哥哥谢之春曾经担任光大证券总裁，与吴官正的家族有交集呢。吴官正的儿子吴祖华呢涉嫌青岛天翼海湾案，由中融世纪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接盘呢。这家公司的名字呢与中植系的中融信托名字重合啊，是家族资本，可能是巧合呀，扯淡嘛。毛阿敏与彭丽媛呢同为金铁林的爱徒。传言呢，彭丽媛的弟弟控制了99%的稀土，包子以出口限制施压美国，但是企业动荡削弱其影响力。王同宙被指为习远平小金库的保管人，涉及南海填岛的生意啊。邓家贵呢，则间接持有江西稀土和稀有金属
钨集团 18% 的股权。这些白手套的业务呢，破产，抓着被抓呀，显示喜包子家族的经济网呢受到冲击。网上炒作的文章比恒大还多 1.14 万亿的巨头倒了，负债超4000亿，15万富豪投资梦碎。就原以为恒大爆雷是这几年最大的雷，想不到资产一度比恒大还多 1.14 万亿的金融巨头中植集团被破产清算了，大家才明白原来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呀。2025年6月12日，北京法院发布了一条关于限制消费的公告，执行标的为 14.33 万元，而被执行人正是曾经在中国金融界一度叱咤风云的恒天财富法人周斌。此消息一出，再次让人回忆起去年的 3.6 万亿中植集团爆雷一事。因为恒天财富背后正是中植集团，曾经的中植集团旗下共有4大财富管理公司啊，这4大财富管理公司高管的年薪最低也有2100多万，而周斌在其中是最高的，年薪高达9500万。然而曾经年薪接近一个小目标的周斌，如今其公司却连 14.33 万都拿不出来啊！曾经年薪9500万，现在欠债 14.33 万，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啊！这名网友说，中国稀土高管集体辞职。9日，中国稀土发布声明，中国稀土集团各项工作未因相关人员变动受到影响。这也是个看点啊！不光是对外政策有调整，连执行的人都要换掉。被换掉的是谁的人，应该就不用想了吧。近日呢，中国稀土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呢，中国稀土密集的高管变动引发市场的猜测。6月29日，中国稀土集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称此次调整系正常的人事安排，并强调调整程序合规透明，相关人员仍在集团其他岗位任职。中国稀土集团和中国稀土各项工作未因相关人员变动受到影响啊。中国稀土集团的声明还吓唬人家呢，什么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希望广大网友自觉抵制谣言啊，这口气跟公安局一样。此前呢，6月23日，中国稀土发布的一系列公告显示呢，董事长杨国安、董事董贤庭、郭慧虎因工作原因辞去第9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全部职务，且3人离职后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同日呢，副总经理贾江涛辞职，总经理严生建亦卸任总经理职务，但后者仍保留党委书记、董事职位。此次调整涉及核心管理层5人，变动规模与频次罕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整距离董事会换届仅过去2年，非独立董事团队几乎换血过半。其实呢，2025年以来，中国稀土已有原财务总监齐书勇、原监事会主席杨洁军等多名高管离职，尤其是今年4月，关键人物、知名技术专家、副总经理廖春生的请辞曾引发广泛关注啊。很明显就是喜包的人都被扫地出门了。反正呢，喜包子的姐夫邓家贵呢，姐姐齐乔乔的丈夫邓家贵呢，齐乔乔呢，喜包子的小舅子彭雷、彭丽媛的弟弟彭雷啊，这些年没少在稀土生意上挣钱啊。这彭丽媛都失踪1个半月了吧？从5月份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啊。有一个冒牌的邓家贵啊，或者说重名的邓家贵啊，是飞利华的董事长，湖北荆州人啊。这个不是喜包子姐夫邓家贵啊，也是做生意的，但是重名啊。喜包子的姐夫邓家贵应该是云南人。那最右边的这张呢，是和喜包的家人一起合影的照片，应该是靠谱的。这个人脸比对一下就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彭雷的照片呢，靠谱的照片就是1995年，彭丽媛带着弟弟妹妹在春晚上演唱《沂蒙山小调》啊。那如果彭丽媛都抓了，那么妹妹彭丽娟和弟弟彭雷都得抓呀。好的，谢谢大家。